中国无人机刚刚又迎来了一次热销浪潮，中东石油土豪沙特豪掷40亿美元，将300架中国无人机连带生产线一起打包拉走。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珠海航展虽已落下帷幕，但是珠海航展带来的一些衍生相关事件这才刚刚开始。按照央视此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本次珠海航展上签订的各种外贸订单的销售总额累计相加达到了398亿美元。诚然，这接近400亿美元的总销售额里，有100多亿都是销售 C919 客机签订的。但即便如此，余下的各类型武器装备外贸总额也仍然还有200多亿，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小的数字。举例来说，我国海军最新锐的055大驱，那一艘的造价也不过才9亿美元出头，而本次珠海航展的外贸武器装备销售总额足够买下30艘055大驱，为我国军工业带来的利润之大，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如此高的销售额自然会引起许多关注，其中就包括长期关注中国军事和防务建设发展的美国媒体关注。按照知名美国媒体美通社披露的消息，一家名为龙的中国民营无人机公司在珠海航展现场受到了多国买家与客户的青睐，签下了来自12个国家的装备采购订单。公司旗下的龙系列无人机在本次珠海航展上的销售总额达到了5亿美元。当然，这还仅仅只是一家民营企业的销售额，真正的销售额大头还是得看国字头的大型军工企业。按照目前已知的消息，仅中东石油土豪沙特在本次珠海航展上签订的无人机订单就高达300架彩虹 4B 无人机。此外，沙特还买走了 TB001 双尾蝎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的生产线。需要注意的是，这已经不是沙特第一次连无人机带生产线式的打包采购。此前，沙特就曾向我国进口过翼龙2察打一体无人机的生产线。在从我国进口了一批翼龙2无人机后，又自行组装，大量生产了许多来列装部队。此次采购 TB001 双尾蝎无人机的生产线，显然是对中国军工的品质和服务感到满意后，又当了回头客。此外，沙特在珠海航展现场还不止签下了无人机相关合同，另外还追加采购了一批中国制造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这实际上也是一单回头客生意。沙特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采购中国外贸激光武器的国家，并在对付胡塞武装各类无人机战斗中打出杰出战果，曾创下一战击落13架无人机的辉煌战绩。沙特政府为此还特地向操作中国激光反无人机系统的部队发放了嘉奖令。有杰出的实战战果证明实力，沙特能当起回头客，再次下单追加采购我国的激光武器，也是情理之中。这一大笔无人机加生产线打包带走的订单，再加上追加采购的激光武器系统，仅沙特一国在本次珠海航展上的消费额就已经高达近40亿美元，确实能彰显来自中东的石油土豪特有的豪气，令人难免惊叹一番。从另一方面来说，本次珠海航展也确实能体现出我国外贸装备现如今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额度早已达到今非昔比、前所未有的程度。现如今的国际外贸无人机市场整体上就分为2部分，下层部分就是像土耳其这样有一定实力和知名度，手上有成熟可靠的中低端无人机产品的卖家。凭借在亚阿冲突以及俄乌冲突中打出的知名度， TB2 无人机这款土耳其的明星装备近2年也确实取得了不错的销量，打出了一定的市场名气。另外还有同样是凭借俄乌冲突一战成名的伊朗无人机。按照伊朗外交官对外披露的说法，伊朗目前已经收到了数十个国家请求购买伊朗无人机的订单，单从这一点来看，就足以称得上收获颇丰。至于国际外贸无人机市场的上层部分，则是由中美这2个顶级玩家所把控。中美2国在上层高端无人机市场有着无可争议的技术优势，
这是由中美两国本身就高度发达先进、自成一脉的航空体系所决定的。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那便是能独立自主研制先进隐身战机的国家，造无人机的能力必然也不会差。与美国制造的中高端无人机相比，中国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就是在性价比上。举个简单的例子，性能相似、属于同类型装备的美制 MQ-9B 死神无人机和我国翼龙2无人机做对比， MQ-9B 的单机价格高达1亿美元，就这还是美军的内部采购价，如果是对外出口的话，还要附加更高额的利润，只会更贵。而我国的翼龙2无人机外销出口价格，即便是各种设备附加到位的全套满配，售价也仅为500万美元。也就是说，买一架美制 MQ-9B 无人机的钱，足够买20架中国的翼龙2无人机。这听上去虽然夸张，但也是不争的事实。无人机本质上作为一种现代战争的消耗品，其应有的装备特性之一，便是损失成本要让使用者能承受得起，不应该太高。要是损失一架无人机的成本比损失一架载人飞机的成本都高，那么这就违背了无人机作为战争消耗品的设计初衷。尤其是在中美高端无人机性能相近，无本质差别，而美国无人机的价格却高出中国无人机20倍的堪称惊人前提下，客户从战争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会怎么做选择，其实并不难以预料。中国无人机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发展到大批客户，抢占如此巨大的国际市场份额，这和领先的技术与超高的性价比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中国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最强大的核心竞争优势。